大罢免民进党有内讧柯建铭跟王世坚因为呢，柯建铭说我们早就商量好了5人小组这个柯建铭啊，这个赖清德啊，卓荣泰啊等等我们都谈好了2个礼拜以后，总统就会下场了。关键时候呢，我们这个大罢免、大民意、大出场咚咚咚，总统出场王世坚就说：“你讲你自己就好了，你老是把总统拿出来干什么呢？对不对？总统府自己有发言人民进党有发言人，他们该怎么样？他们去讲，你讲什么呢？然后呢，你不用你说三道四干嘛？这王世坚就这个去指责柯建铭，然后呢，柯建铭就生气了，你是哪一党的？听说本来蓝营要罢免你，结果呢，这个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呢是制止，叫他们不要罢免你的。你到底是哪一党的？你是什么立场？然后呢，这个你干嘛叫总统别出来？你是符合国民党的期待吧？你自己检讨一下，鬼扯吵架了那王世坚说：“哎呀，他是长辈，算了，不跟他吵架。”尤英龙说：“大罢免只是南柯一梦，该醒了。”你弄了个半天，花一大堆公帑，然后呢，可能徒劳无功因为你国民党要罢到6个嘛，还要当选6个，那你气氛炒热烈了以后呢，国民党也可能罢掉你民进党的几个，也不是一定不可能。那这样的话你要罢掉国民党多少人，你才会过半呢？所以呢，可能是南柯一梦那另外呢，总预算这个审查报告送出来了送到行政院去，是首次没有列删减的数额因为它有些统删部分那叫主计处统计出来嘛，你知道统删900多亿到底该怎么统删的，主计处一直不送来所以立法院就把整个送出去了那卓荣泰说谢谢韩国瑜了找我们去协商了，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了，就接下来我们要提复议嘛，然后释宪嘛那另外呢，说要研议合法的救济，合宪的救济。那翁小玲说呢，你们要提复议，早知道多删你们一些删太少了那这个到底呢？行政院现在一直提复议，卓荣泰已经3复议失败了，现在马上要4失败，你知道一定失败。有史以来没有一个行政长提这么多的复议然后呢，失败以后呢，还大大做的地方毫不羞愧是要把戏做足大罢免赖清德是不是真的早就知情了总统府只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出场总统府并没有否认这个柯建铭讲的说我们讨论过，赵立伦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这个事情这柯建铭自己搞的没有讲，只是说柯建铭说我要大出场，没有啦，我没有要决定什么时候大出场了。那今天呢是用旧法的最后一天那国民党有35个人被提罢免，民进党有17个人被提罢免，我们看一下。我希望柯总召讲他自己就好，不要提到赖总统。气氛超火爆，民进党立委王世坚为了大罢免开呛党团总召柯建铭，管好自己嘴巴。总统他的隐忍，那总是那个有个限度嘛，有国家有总统的发言人犯不着总召说三道四。王世坚是站在什么立场？我现在高度挑战他，王世坚历史而且动又总统不能出来，你自己去检讨一下吧。这是上演党内互打吗？柯建铭话讲得很激动，边敲着右手拿的拐杖，两人就在党中央1楼开启战场。请王世坚，到底你认为总统不应该出来吗？这是符合国民党期待吧？王世坚讲的话毫无参考价值，除非他被委托发表什么话语否则我觉得这样子传话这是非常不好的，他是长辈所以没有关系。王世坚以一声长辈来回击，双方看来谁都不想让，就连府方都澄清没有所谓的出场说。很多事情要讲得很清楚嘛，你们就近看就好了，总要把整个立法院不一样结束以后吧。只是柯总召坚持己见，但提到关键字，在中常会上不忘要跟总统兼党主席的赖清德报告总预算进度。每天又在要求受害者行政院你要算清楚。
到底谁是恶果的始作俑者？当然是立法院。立法院在下午2点半发文，2点45分把总预算正式送出。而针对送出的审查总报告，首次没有明确列出删减数字，因为主计处算的总删减数是1439亿元，与立法院数字相差636亿元，两边钱都不拢，政院将提复议，盼总预算案能早点落幕。香龙。我的总预算如果说要再重新包裹，要再进立法院，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强调，我觉得总预算删的不合理，删太少了。尤其在你看马斯克要删掉 NED， 如果连美国 NED 都要删掉，台湾 NED 留着干什么？如果马斯克现在呢，连美国之音、连美国自由欧洲、自由亚洲电台这些搞外宣的都删掉，请问你台湾可以删的单位多了？换句话说，今天看待就是说预算的结构形式，过去的在野党都太客气了。就是呢，迁就于呢政治这正确，所以出手的时候呢，总是呢畏首畏尾。但是现在可以大开大合一点，该删的呢，把名目开出来，理由讲清楚之后呢，就动手，让老百姓呢最后呢去检讨这样的删减对不对。不用呢跟着呢执政党哭腔哭掉的呢，只要删了之后呢就开始哇哇叫，不断的呢只是想要在删减的预算当中去做一点呢煽情的文章，而没有办法针对预算的合理性呢去讨论。既然要搞大罢免，都已经搞到这个样子了，老实讲就是已经骑虎难下了。南柯一梦的柯不只是他叫柯建铭，而是说今天你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要达到呢改变立法院的结构的目标，它确实有难度。今天的执政党有没有办法透过大罢免再进行一波的清洗，巩固呢赖清德双少数总统，能够呢修补呢双少数总统的统治的正当性？这个可能是呢现在民进党想要做的。可是我认为现在的内外环境对民进党都非常不利。如果有任何人劝民进党要踩刹车，我认为那个人都是基于善意，因为现在的罢免不只对台湾来讲很不好，对民进党尤其不好。可是当柯建铭搞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很惊讶，就是民进党到现在为止看起来真正该关注的是，好像没有人能够劝柯建铭踩刹车，就是不要再搞下去，再搞下去之后谁会伤到不知道。如果说最后的大罢免的结果，民进党不要说呢改变立法院的结构，如果最后民进党呢席次不增反减，谁要来负政治责任？当然，以今天民进党的结构来讲，柯建铭呢不断的想要把赖清德呢拖下水，那个是合理的，因为赖清德是党主席嘛。这么大的政治动作，导致呢台湾呢朝野之间的所有的互动的根本的结构的破坏的政治动作，你作为党主席当然该表态。所以赖清德其实当事情已经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赖清德也没啥好躲的。赖清德就应该表态，你到底支不支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判断。你支持，那大家就开始杀嘛。就不用在那边遮掩了。每个选区呢，大家呢明明你看到了前一段呢，我们在讨论的那些的所有的这个诈领助理费啊等等这些案子，它一定都是连接在县市长的选举上面。或者真正的今天立法委员那几个被点名的立法委员，其实基本上面都在关心呢自己的县市长的选举，有几个人呢在真的呢在乎你所谓的大罢免。所以眼前到底什么东西呢是重要的，什么东西呢是不重要的？最后呢，我提醒卓荣泰的角色太暗淡了。我一直说台湾在整个的宪政制度呢，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台湾呢是比照法国的双手掌制。可是呢，当今天马克宏呢在他的这个任期，他不照着双手掌制的精神走的时候，那最后就是呢，过去1年的时间，他换了5个总理，5个总理上来发现呢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推动任何政务，他就下台了。那请问你卓荣泰还有什么脸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如果你认为你今天预算不能过，人事不能过，法律案不能过，我如果是卓荣泰，我早就滚了。人家总理都换5个了，一个行政院长坐在那个地方呢，每天哭腔哭调的有啥意思？淑慧，我觉得柯建铭这一波的大罢免大登场大什么，已经变成大毁灭了。他根本不在意毁灭的是谁，毁灭的是卓荣泰、赖清德，还是整个台湾的行政效率啊？他根本不在意，因为他
是一个末日狂徒哈。我相信赖清德也不会再提名他当下一届的不分区了。所以接下来这3年，他就是为所欲为，我要怎么秀就怎么秀啊，把所有人都推到这个悬崖边啊，蓝绿其实通通推在悬崖边的。之前他喊出，大家可能不记得，之前他第一时间喊出说要大罢免41席立委双罢，还有罢掉韩国瑜的时候，赖清德是没有同意这件事情的耶，但他就一直说，甚至说要下什么全国公职人员动员令，要一起支持罢免。这一些在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由一个立院党团总召来下令的，在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他不是政党的秘书长，也不是政党的主席，他就夯不啷当就是一个立院党团的总召。但是他可以动不动说，谁如果去投赖清德提的大总统那个大法官的同意票了，开除党籍。开除党籍是一个总召可以讲的话吗？然后可以下令给全台湾的民进党籍的公职人员说，通通要配合罢免，这都不是他说的话，但是这背后真的都是赖清德同意的吗？赖清德这种个性的人，这么小气、这么洁癖的人，会同意有人代替他去发号这种施令吗？不可能的嘛！但是他今天就一直冲，所以王世坚出来讲的话，某一个程度可能代表很多民进党内其他人的讲话，因为今天柯建铭是什么？他把所有区立委，不管是蓝绿，把他放到赌桌上去 all in， 但是他自己没事，他不分区的啊。现在民进党里面跳得最欢的啊，跳得最高的几个人，柯建铭、沈伯洋，还有那个另外像林楚英啊这些人啊，全部都是不分区的，全部都是不分区的。然后呢，区立委差得要死。你说许智坚害不害怕？他人家明明他可以好好的去准备高雄市长初选，一阶如果通过，他又要去防2阶通过，2阶通过他就准备要去投这个3阶投票了。每一个民进党立委，很多民进党区域立委都在准备2026年的县市首长的这个初选哦，不是只有高雄、台南哦，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执政嘛，也就是代表说他们很可能明年的县市长初选都是从立委产生的，但是现在全部被柯建铭放到赌桌上去 all in 了。休息了再回来。好，对大罢免案呢 ，TVS 刚做了一个民调，我们先看看结果。无论罢绿、罢蓝，各团体连日送交罢免连署书，只是老百姓怎么看？根据 TVBS 最新民调，无论是罢免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立委，支持度都在30%左右，反对的反而超过40%，不支持罢蓝的更有44%。但若锁定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地区交叉表，全台都是不支持高于支持，唯独在云嘉南，支持和反对分别在35%和36%，意见较为分歧。另一头 TVBS 也询问民众怎么看国内主要政党立法院总召，其中民进党的柯建铭满意度20%，不满意59%，相差近40%，为3党中相距最大的。至于国民党的傅崐萁满意度约30%，不满意46%，相差15%，而民众党黄国昌满意度39%，不满意2%，相差最小3%。而对黄国昌来说，也有个好消息 ，TVBS 发现民众党的政党支持度因为前主席柯文哲遭起诉，从去年10月一度跌到9%，如今回升6个百分点到15%。如今大罢免走向箭在弦上，民意所向，提供参考。好，那么支持罢免国民党的31%，不支持的44%，支持罢免民进党的30%，不支持41%。但是不要忘了哈，支持的超过25%，如果都去投票呢，就罢掉了啊，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哈。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68%的小草啊，他们是不支持的哈，不支持有68%啊。那这个对，就是说不支持的这个政党倾向了。民主党68%，他们认为支持民进党的小草比较多了哈。那国民党85%不支持了，那民进党11%不支持，所以民进党基本上呢支持罢免还是比较多了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党总召刚刚也看到哈，不满意柯建铭有59%，不满意傅崐萁46%，不满意黄国昌42%，但是满意的呢，柯建铭非常低，只有20%人满意他，傅崐萁31%，黄国昌39%哈。那另外呢，这个立法委员的表现哈。
那对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呢，53%不满意，满意28%；国民党立法委员呢，41%满意，41%不满意；民众党33%满意，40%不满意啊。这是立委啊，在立法院的表现哈。韩国瑜啊，满意的45%，不满意32%。那另外呢，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表现呢，那随着从选前到执政到大罢免，那国民党的委员是满意度越来越高啊，那民进党的委员是满意度这个越来越低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跟 TBS 同样做的调查，跟去年比呢，那支持度都下降，各个年龄层都下降，包括在年轻人，20到29岁，上次支持有31%，现在只有25%；30到39岁，上次33%，这24%；35%、28%，各年龄层对民进党的支持度都下降啊。那民众党回升了1点啊。那国成怎么看？我觉得当然民调都要去做参考了哈。那我个人跟小林啊，我们都在立法院。说实在的，从这个2月1号就职到现在已经1年多，那第3会期也即将开始。其实过去也就是在野党2党啊，过去沟通有一点不良，但是1个会期以后，确确实实在整个沟通方面确实是这个精进很多。第一，也就是开议以前，2党的 党团干部一定要会商，会商什么？第一，国民党优先法案、民众党优先法案综合下来，哪边美中不足或者要去调整的，这个大家要沟通。那另外一个就是召委的部分。那召委凭良心讲，我们每一个委员会只有1个，那凭我们自己选，我们永远都是1票，但是这1票也是关键。小林最清楚，有时候差我们这1票就过不了。 所以就变成国民党也不成文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每个会期让一个召委给国民党，哎，这个是一个好事。民众党了，给民众党。确实啊，蓝白看起来合作是越来越紧密。除了召委之外哦，关于这次大罢免，黄国昌也喊出说啊，士林北投我们已经有吴怡萱，如果罢免之后要去选立委，然后士林北投是黄静颖学姐，中正万华是吴怡萱。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就是说，国民党在士林北投、中正万华也有自己想要参选的人选，张思刚上次也是差一点点啊。那现在黄国昌就已经自己先把人选都推出来，那你是要叫朱立伦脸要往哪里摆？所以我觉得蓝白的问题就在于说，在这个选区的竞争上，到底是要合作，还是要朝哪一个方向？那如果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人选，那用民调来协调，那重点是那民众党的主体性又在哪里？所以其实整个问题就会逐渐的浮现嘛。来去。 我是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当然啦，我觉得这个民调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止这个民调，这个前2天的话呢，游英龙的民调呢，其实也反映出来，事实上目前这个大罢免一路吹下去之后，其实蓝营的支持度越来越高，那这白营的话也有点回归，那反而的话呢，就是民进党的话呢，支持度是流失的哦。所以你如果说站在一个相对来说，为了整个国家的角度去看它，你当然会呼吁民进党呢，这个必要时候就悬崖勒马，但很显然他现在勒不了马了啦哦。那民进党内现在就是鹰声四作哦，就是鹰派最大声，那这个鹰派最大声的就是柯建铭。但你说柯建铭最鹰派，然后呢赖清德就不鹰派吗？坦白讲，我这方面我是不这样认为了。我觉得刚才王世坚的说法，你只能够说再次证明说，王世坚再怎么样，有些事情讲的脱离民进党的这些发言范围，但他还是很爱民进党的。他基本上他就不想要让这个赖清德过度的太早的浮上台面，所以他那话听起来是很古典的啦，就是爱护民进党哦，就他认为总统还是不应该呢，在这样的一个尖锐的政党对立的话题当中过早表态。他认为呢，你这个柯建铭往前冲就好，那这个就不要把这个赖清德拖下水了。否则的话，现在大家不要忘记，赖清德很早就在讲所谓的用更大的民意来处理有关于立法院里面的冲突问题。而且呢，这个在柯建铭的说法当中，不管他有没有说这个总统大出场，大家都提到了有关于他要大罢免这些，他是去问过赖清德的。如果赖清德真的不愿意，他不能够用党主席的身份去制止他吗？他太多，目前呢，这个赖清德几乎很多的职位都大清洗，都是他的人。你说他阻止不了柯建铭吗？不可能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你只能说目前赖清德跟柯建铭是唱黑白脸，是唱双簧。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民进党真的要干下去的话，就一路往前冲的话，我觉得在今年的气氛里面，我只是觉得很担心、很可惜啦。就说你会很少把真正的
精力、资源跟讨论放在真正的国政上面，国政这么的重要。但是呢，你说好，如果真的拼罢免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拼了。我觉得今天的气氛我觉得现在的整个的在野党已经不是过去的昔日什么无下阿蒙了啊。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第一个基隆的例子摆在前面，其实赵先生也不断的呼吁，其实当你这个就是反罢免的声音出不来的时候，基本上来说，你就会让这个不成比例的，但是却是一个罢免的主张罢免的声音，它就轻易过关了。所以我觉得在上次基隆的例子出来之后，我相信今年这50几个地方，这个在野党也是倾巢而出哦。所以呢，民进党是不是可以占得了便宜？我觉得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不要忘记了，它连接的是明年的县市长选举，每一个地方的立委几乎都是县市长的大庄脚。所以今年如果说你的县市里面有立委要被罢免，你县长不会出来吗？所以目前对于这个国民党执政的一些地方的话呢，这些百里侯们都是民调很高的人，卢秀燕不是吗？侯友宜不是吗？很多人觉得说叶元之好罢，问题是那侯友宜会放任叶元之被罢吗？所以这个县市长提早动员，我觉得这也一定是的。那更不用说刚刚从民调里面看得出来，就大家很厌烦。就如果你今天有道理，过去曾经台湾也有过罢免，针对这个人，针对那个人，有这个理由，有那个理由。我想请问一下，现在50几个人，你的理由是什么？有共通的理由啊？共通的理由来罢免这50几个人吗？就很荒谬，就你等于是没有理由的理由，你就觉得我爱罢，我就去罢这些人。我觉得这个人当做票少一点比较好罢，这个人呢位置很重要可能涉及到未来的这个政党呢有人要出来，所以好要罢，都是政治理由。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你看民意的反弹其实是很明显的了。民进党的支持度往下走，国民党支持度往上走，那连刘应用那个部分他都已经出来喊了，希望民进党梦醒。但是如果当你装睡的人叫不醒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变成说，大家也咬着牙，就是让他罢了吧。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台湾就再来选一次啦。可是如果你再来选一次的同时，国政谁去顾？是，我想那个民进党这次发动大罢免最重要的理由，刚接的蓝轩的话，我认为呢，就是他就是针对国民党的委员太积极监督民进党政府，然后呢，这个砍民进党的这个预算，然后这个给民进党这个制定了很多要监督他们依法行政的法案，所以他们不服。因此呢，就掀起大罢免潮。那么，其实这个罢免的这件事情我认为说，它不见得都是如赖清德所想象的这个一定会对于蓝营造成很大的一个重伤非常有可能这后作用力反而是反射回绿营他们自己也要好好的想一想。说不定也就掉了几席，这掉了几席之后，再加上蓝白，我们可能重新在政治选举上面可以一起合作，最后我们就赢得更多的多数，根本不会把民进党看在眼里那么其实从这一年来我跟国成委员我们同在立法院里面感受非常深我们其实推动了很多很重要的法案，不管是一开始的国会改革法案，到后来的财政数字化分法、宪法诉讼法的改革，乃至于最近我们才刚通过的这个选罢法的是个修正，其实每一个法案其实都是在建立制度，都是在监督国家公权力这个行政机关必须要好好的依法行政。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修正是有什么不妥的吗？可是偏偏民进党政府他从一开始他就杯葛就像柯建铭讲的，他们现在标配就是杯葛、复议、释宪，然后接下来再搞罢免，这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这个算盘，他们就要希望就是能够重回透过大罢免，然后重新夺回国会的多数，好让他们行使这个独裁之实。那么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谢谢再回来。文化总会改选那说呢，这个不少呢，这个牵涉到大罢免的民进党的朋友呢入列亲绿人士了所以引起大家争议了说文化怎么搞了政治都介入那王金平落马这次王金平原来有，现在没有了，但是曹新成这个选入了赖士葆说里面不少反中华的人却跑到
它原来叫中华文化总会哈，太搞笑了啊。那另外呢，民进党的这个吴思瑶就是不要戴有色眼镜来扭曲他们，什么蓝绿的没有蓝绿啊。那另外呢，这个翁小玲委员说呢，是要推广小三文化，因为曹新成被聘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也有国民党委员，包括这个林涛啦啊，这个彩薇啦等等啊，都说呢，说曹新成的防卫韧性委员会的顾问应该解职，因为怕呢被老共渗透啊。那曹新成就说呢，这是中国跟中共的同路人，因为他们怕大罢免，所以呢不入流的抹黑我。那国民党说呢，曹新成2011年曾经主张统一公投，2017年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8年说大陆人民也可以参加台湾的总统选举说怎么可以这样讲说这个陈仪呢在这个网红了，说曹新成怎么3度改口哈？那这个第一天说真伪不重要，真的假的不重要对我呢没有伤害，但对那个女生可能有伤害。那再隔一天说照片是伪造的，要告求偿1亿那后来又过一天呢，说呢谢寒冰不知道哪里弄来他的私人照片，而且呢变造了这些照片那曹新成说是真的又怎样你是谁来管我的事情，管我的隐私而且呢谢寒冰牢饭吃定了到时候你会哭哭啼啼的求饶。我们看一下。在发文指谢寒冰不知道从何弄到他以前的私人照对外散布，侵犯隐私权，变造照片让他看起来不雅，罪加1等。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妨碍罢免，说违反选罢法，最重判7年。事发后，民进党团公开力挺曹新成，后续中华文化总会也公布曹董当选新任执委，蓝营痛批哇塞，直接不演。民进党应该让他进到所谓的道德重整委员会曹新成最近的风波在民进党的眼中可能认为这非常符合民进党所认定的民进党价值，把文化总会变成罢免总部。那我说实在话，真的赖总统，你可能也不需要再演了啦。对此，中华文总强调，依法4年改选，由全体会员选出，期待新的委员继续为台湾文化努力。而曹董放弃新加坡籍回台后，行程真的满，担任国防韧性委员会顾问，再挂文总执委，也不忘替罢免国民党立委来领衔。来，香龙。那当然，曹新成如果是20年前，2005年我认识的曹新成，他一定不可能会让民进党邀请进入现在的文化总会。文化总会到现在没什么意义了，基本上就是聋子的耳朵摆着好看。其实以民进党的标准来讲，这个叫做中华文化总会的。就废了，就算了，干嘛浪费这么多时间，浪费钱呢？就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功能，徒增笑柄而已。但是曹新成这几天，一方面呢进到了文化总会里面，一方面大家在关注的呢是文化总会的事儿呢，关注的是曹新成不是曹新成他的私人的生活，我不是关注这一块，而是他在处理私人生活当中的所展现出来的公共态度。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什么事情都推给 AI。虽然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最近呢牵涉到就是说私人感情生活的许多的政治人物，他的对象呢经常都是大陆籍的女子，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一旦曝光就急着否认，觉得呢讲不清楚。可是如果没有曝光的时候，看照片上面那个卿卿我我、恩恩爱爱，那个白天比大家夜晚更美丽，我觉得都很棒啊。但是那为什么要一开始的时候表现出一种说，第一个那个是伪造的，第二个呢就开始要告，司法动作就开始出来，谢寒冰、蔡正元，然后呢要告1亿，而且摆出斩钉截铁我要让你死的样子。可是呢不到24小时呢话又收回去，又开始认了，又摆出一副呢真的又怎么样？其实真的本来也不怎么样，而是既然是真的，你为什么一开始你要表现出那种态度，觉得大家诬赖你，觉得大家抹黑你，而且要把它往政治方向去引导？当然他让大家呢更不理解，就是说其实大部分人都只是在想曹新成从2005年时候的曹新成到现在的曹新成，这20年间曹新成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可是你从那些照片来看，显然在几年前他在大陆的时候还很 happy 啊，
那到底这中间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江湖传闻甚多，我不知道那些呢都只是传闻，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我只是说，公众人物在公众领域里面，当你呢要面对到自己的私人生活要去面对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时间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它只是让我们发现，你前面的两个动作都是极端不诚实、很恶心的动作。你先说那是 AI。要赖给科技，第二个呢，要赖给呢曝光的呢，这个呢，你认为的不管谢寒冰啊，或者是谁，你要赖给他们，觉得他们污蔑你，可是最后你自己又承认了，那前面这2段是啥呢？机器科技不会出来讲话，可是你是不是应该跟谢寒冰说道歉，而不是一天到晚想要去反击人家而已？我觉得最近几个这个流出的这些跟中国女子的这些照片里面，不仅是曹兴诚，还有其他都提醒我们这些不管是政治人物等等，真的要特别小心，因为中国其实它控制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影响政治人物或者是一般比较有名望的人的方式非常的多。那反走过当然必留下痕迹。那刚刚这个香龙也特别提到说，曹兴诚过去可能在中国有一些经验，那或许就是在中国这些经验让他体认到中国是多么的可怕，所以他回到台湾之后，坚持的捍卫台湾的主体跟台湾的主权，这个非常重要。好，我那个王金平大家都知道哈，台湾的本土化，这个王金平非他莫属。但是我也感觉到很奇怪，中华文化总会他会中箭落马，那个很奇怪。到最后啊，网友在讲啊，说你要学曹兴诚抗中同床啊，人家有秀肌肉，不管上身下身，人家都秀出来，是不是这样当选？我不晓得。可是曹兴诚的当选是挑战台湾人民的智商。第二，民进党，你说你没有双标，真正是双标政党，毫无政治底线。那些。我是觉得这个文化，所谓中华文化总会啊，现在大概你去看那个名单，已经变成反中华文化总会，这是第一个啊。那就是说，好，那不管怎么样，是不是中华文化还是反中华文化，你好歹是个文化总会。那文化总会里面的话呢，最近曹兴诚发生这些事情，当文化总会的执行什么理事这样的好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啦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那我觉得他自己本身这个私事的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好去谈他的，而且。反反复复，当然越讲越真就是了啦。从这个一开始是真是假不重要，这句话听起来就是真的嘛，否则怎么会讲是真是假不重要呢？然后到最后他变得要去承认他。我坦白说，大家不要忘记，曹兴诚过去曾经是金元双雄，他带领联电差一点要跟上台积电。那他当初为什么去大陆投资？我觉得他就是过度的操之过急，然后他想要在台积电还没有部署之前，在我们的政府的法令还没有同意之前，先一步的去那个地方。那所以搞得最后呢，这个狼狈收场。所以狼狈收场之后，他反过来，他当初怎么骂民进党的？说民进党政治追杀，政治什么司法干预司法这个等等等，然后还讲到说台湾是乱邦，所以乱邦不居嘛，所以他才会去申请这个新加坡籍。突然间大翻转就是说他过去可以骂民进党骂成这个样子，那今天骂这个共产党骂成这个样子。坦白说，他说他经过反送中才开始知道呢中共的真面目。如果只有一个那么聪明的企业家，要等到反送中你才会知道中共专制的真面目，我也觉得他是不是太天真了所以一下子搞和平统一，一下子呢又搞这个黑熊，所以我觉得他真正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比较替他觉得很可惜的。我也觉得他跟民进党之间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他已经把自己搞得有点从双雄变得有点。也不要讲狗熊啦，我就说，我觉得他已经他是黑熊，就黑熊，我就有点像小丑了，所以我就说，他现在又搬回来了，又放弃这个加拿大不是新加坡的国籍，又回到中华民国，就说对于一个如此冲动的去做一些。我觉得他的个性太冲动了，他虽然绝顶聪明，但是他太冲动了，所以他要付出的代价，到最后呢是国家要贴上他屁股。是，总之啦，就是让曹兴诚去担任中华文化总会的这个执行委员，这是极其讽刺啊！他的小三对象就叫做善中华，所以为什么我说他是去那里要去发扬这个另外的这个小三的中华文化？就是去发扬小三文化嘛，这个其实是让一个去中华文化的人，然后去当中华文化总会的这个执行委员，实在是太不恰当了。你看今天曹兴诚改口非常傲慢的说，就算照片是真的又怎么样？
这句话潜台词就是我就是烂又怎么样？我只要有民进党党政，我只要有高层认同，我就算是烂，我今天还是又当了中华文化总会的这个执行委员哦。这跟王必胜那个时候一样啊，都被抓到了。你知道公务人员惩戒法里面，如果王必胜那种行为是要被记过了，结果他不但没有被记过，后来还可以高升。所以我每次都说，民进党没有双标，它只有一个标，就叫做民进党的标准。他觉得你错你就错，他觉得自己对他就对。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徐巧芯的先生在自己政务官特休的时间参加德州扑克的锦标赛，这样要被逼。